1985年，一个加州的春日，史蒂夫·乔布斯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苹果赶出了门。那一年，他刚满30岁，野心勃勃，但也众叛亲离。他亲手请来的 CEO 约翰·斯卡利联合了整个董事会，将他从权力中心彻底驱逐。这不仅仅是一次解雇，这是一场混杂着背叛、权斗和羞辱的放逐。整个硅谷都在看他的笑话，媒体的标题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口吻。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来说，这都是最顶级的职场霸凌和小人得志的剧本。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后捅刀，被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扫地出门，这口气谁能咽得下？按照普通人的剧本，接下来应该是愤怒、不甘，找媒体哭诉，与前同事决裂，从此一蹶不振，或者在无尽的内耗中慢慢被世界遗忘。但乔布斯没有，他没有开新闻发布会痛斥斯卡利的背信弃义，没有和老部下在电话里争吵不休，更没有浪费时间去证明我是对的，你们都错了。他消失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带着10几个忠诚的员工，创办了一家叫 Next 的电脑公司。与此同时，他用个人资金收购了卢卡斯影业一个不起眼的电脑动画部，并给它取名为皮克斯 Pixar。 他好像根本没把苹果的恩怨放在心上。当斯卡利还在为赶走乔布斯这一功绩而沾沾自喜时，乔布斯的注意力早已放在了下一个伟大的产品上。他像一个顶级的棋手，被人掀翻了棋盘。他不恼也不怒，只是平静地收拾好棋子，换了个地方，开了另一局更宏大的棋。这就是顶级高手与普通人最根本的区别，格局。你的世界里是和烂人烂事的缠斗，他的世界里是星辰大海的征途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你我的现实。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你辛辛苦苦做的方案，他转手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去邀功，你勤勤恳恳的干活，他却在老板面前说你投机取巧，团队合作。他永远在拖后腿，甩锅时却跑得比谁都快。于是你的办公室成了情绪的战场，你开始失眠，开始内耗，开始怀疑人生。每一次看到他那张脸，你都觉得空气里充满了令人作呕的细菌。你打开电脑，敲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老子不干了。你觉得离职是对他最解气的报复，也是对自己最直接的解救。但你错了，因为一个烂人而离职，是成年人所能做出的最幼稚、成本最高的决定。这就像你花大价钱买了张音乐会门票，却因为旁边座位的人一直在抖腿，你就愤然离席。你惩罚的根本不是那个抖腿的人，而是你自己。你要明白一个扎心的真相：垃圾是不会分类的，烂人是不会绝种的。你在这家公司遇到的奇葩，下一家公司大概率会换个名字和长相，继续出现在你面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你退到哪里去？真正成熟的离职应该想搬家。你搬家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更宽敞、风景更好的房子，而不是因为你受不了邻居在门口放了一双臭鞋。我认识一个在广告圈做得风生水起的朋友，他刚入行时也遇到过一个功劳窃贼。他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创意，在提案会上大放异彩，客户当场拍板。结果他的直属上司在给大老板汇报时，轻描淡写的把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指导有方，对他则只字未提。那天晚上他气得一宿没睡，第2天到公司，离职信的草稿都打好了，但他最后没交。他把那封信存进了草稿箱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，把这位上司当成自己必须攻克的一个项目。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做2件事。第一，在任何邮件沟通中，都确保把相关的所有人都抄送在内，尤其是更高级别的老板。汇报工作，他尽量使用书面形式，用数据和事实说话。第二，
他不再只满足于完成分内事，他开始主动思考，站在比他上司更高的维度，去琢磨整个项目的策略、客户的长期需求。半年后，公司有一个新的、更重要的项目招标，他在上司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带着一份完整的、逻辑清晰的初步构想，直接走进了大老板的办公室。他没有告状，没有诉苦，只是展示了一个更宏大、更具执行性的方案。后来，那个新项目，大老板直接交给了他负责。又过了1年，他成了公司的创意总监，而他曾经的上司还在原地踏步，抱怨着新人越来越难带。你看，对付烂人最狠的报复，从来不是撕破脸，更不是拂袖而去，而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他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你的成长就是对他最响亮的耳光。你要记住一句职场的老话，你的薪水，一部分是付给你干活的，另一部分是付给你受委屈的。谁的职场不委屈？关键是你的委屈是让你沉沦，还是让你清醒？和烂人较劲，成本是不对等的。你的成本是你的时间、情绪、前途和生命质量，而他的成本最多是几句口水。你用你的前程去赌他的一时难堪，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亏。所以别再把你的剧本活成烂人的番外篇。你要做的不是和他比谁更烂，而是要升维，去和他比谁跑得更快，爬得更高。当你在半山腰时，总会有人想把你推下去，因为你们在争夺同一个位置。可当你登顶时，放眼望去，只有云海和远方。那些曾经和你推搡的人，早已变成了你视线里一个模糊的小点。那么，在登顶之前，具体该怎么做？首先，建立你的情绪防火墙。当烂人向你泼脏水时，你要在心里迅速建立一道屏障，告诉自己，他在处理他自己的情绪和无能，与我无关。不要让他的负能量污染你的内心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课题分离，他的言行是他的课题，而如何应对是你的课题。守住你的课题，别去管他的。其次，把每一次交锋都当成一次证据留存。这不是阴险，这是专业。重要的沟通用邮件，关键的节点有记录。这不仅是为了在必要时保护自己，更是为了让你养成一个严谨、专业的职业习惯。高手过招，靠的不是嗓门，是证据链。最后，也是最核心的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事和成长上。他今天又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我有没有做到极致？这个项目我有没有学到新东西？我的能力边界有没有因为这次挑战而拓宽？你的焦点在哪里，你的未来就在哪里。你的焦点在他身上，你的未来就和他一样。困在原地，你的焦点在成长上，你的未来才有无限可能。12年后，1997年，苹果公司濒临破产，焦头烂额的董事会最终做出了一个唯一的能拯救公司的决定，请史蒂夫·乔布斯回来。当乔布斯再次踏入苹果总部时，他当年的仇人斯卡利早已黯然离场多年。乔布斯回来不是为了复仇，甚至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，他回来是因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需要一位真正的船长，而他在离开的这些年里，已经把自己修炼成了无人能及的传奇。他后来说，我被苹果开除是我人生中发生过的最棒的事情。他用一剂苦药把我从成功所带来的自负中解救出来，让我进入了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。这就是格局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下次再遇到那些让你咬牙切齿的人，在你打开文档写字执行之前，请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的故事主角是我还是他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我，那么请关掉那封信，打开你的项目计划或者一本专业书籍，把你的愤怒、
你的不甘，都化作你向上攀登的燃料。总有一天，你会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回望来路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苦不堪的人和事，都变成了你传记里一个不值一提的标点符号，而你早已活成了他们需要仰望的风景。在此之前，请专注成长，让自己强大到离开时，他们连你的背影都看不见。你遇到过最让你无语的同事或老板是什么样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看看谁的副本难度更高。